歡迎來到歷史之旅。我先說一個數字給你听，15，就是这个数字。500年，春秋、戰國，500年的諸侯割據，500年的戰火連天，500年的合縱連橫。然後出現了一個人，用短短9年時間，把所有人都踩在腳下。他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帝國，統一文字，統一貨幣，統一度量衡，甚至把朕這個字永久地留給了後世的天子。然後15年後，這個帝國消失了，不是因為被更強的外敵打敗，不是因為3代昏君把基業敗光，就15年，剛建好就塌了。秦朝從公元前221年建立到公元前207年滅亡，中間只有短短15年。如果你今年剛升上中學，等你高中畢業，秦朝就沒了。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？有人說是暴政，有人說是苛法，有人說是秦始皇死得太早。但如果你仔細去翻歷史，你會發現秦朝的崩潰遠比這些說法複雜得多，而且它其實早在秦始皇統一天下那一刻就已經埋下了。今天我們就用一口氣把這15年的故事說清楚。一個帝國是怎麼造出來的？商鞅留下的武器。要理解秦朝為何滅亡，必須先理解它是怎麼誕生的。秦國在春秋時代的起點其實相當卑微，西邊的邊陲小國被中原各國視為半開化的蠻夷。那個時代的人說秦，帶着一絲輕蔑，就像今天某些人說你從哪個窮鄉僻壤來的。轉折點在公元前356年，秦孝公任命了一個叫商鞅的魏國人推行變法。這場變法改變了一切。商鞅做了什麼？他基本上把整個秦國改造成了一台戰爭機器。第一，他廢除了貴族世襲制。以前貴族的兒子天生是貴族，農民的兒子天生是農民。商鞅說，不，從現在起能不能升遷，看你殺了幾個敵人。這叫軍功爵制。你帶回1顆人頭，升1級爵位；帶回2顆，再升1級。整個社會的向上流動全部建立在戰功上。你能想象那個效果嗎？數百萬農民突然發現，打仗是他們改變命運的唯一機會。秦軍的戰鬥意志因此變得驚人。史書說，秦軍打仗前喜歡光着上半身衝鋒，用赤裸的胸膛迎向敵人的刀劍。他們不怕死，因為他們比死更怕貧窮。第二，商鞅推行連坐法，5家為一伍，10家為一時，一家犯法，其他家庭連帶受罰。沒有人舉報鄰居，就算你自己沒犯事，也要吃罰。秦國境內形成了一個全民互相監視的網絡。第三，商鞅修水利，種農業。鄭國渠全長250多里，灌溉農田近300萬畝。加上巴蜀和漢中，秦國擁有天下最豐盛的3個糧倉。打仗靠糧，秦國的糧從此不是問題。但是這套制度有一個致命的前提，它只適合打仗，不適合治國。商鞅自己也知道，獎勵耕戰這4個字，核心是戰。整個國家的運作邏輯建立在不停的打、不停的擴張上。只要在打仗，軍功爵就有意義；只要在擴張，連坐制就能維持秩序。但如果有一天沒有仗可打了呢？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統一6國，回答了這個問題。
沒有仗可打了，一統天下。但然後呢？公元前221年，秦王嬴政39岁，掃滅最後一個諸侯國齊國，宣告中國首次大一統。他做了幾件驚天動地的事。首先，他覺得王這個稱號不夠用了，他合併了傳說中的三皇和五帝，創造出一個新詞皇帝。皇帝這個詞就是他發明的，而且他宣布自己是始皇帝，意思是万代相傳，他是第一個，然後是二世、三世，直到万世。其次，他废掉了分封制，改成郡县制，這是個石破天驚的決定。從此，天下36郡，每個郡的官员全部由中央任命，由皇帝直接控制，沒有諸侯，沒有藩王，皇帝一個人說了算。他還統一了文字，戰國七雄各自用不同的文字，商業往來、官方文書往往需要翻譯。秦始皇推行小篆，後來進一步推廣隸書，讓天下人用同一套字寫字。這件事的意義延續了2000多年。今天你和廣東人、福建人說話可能完全聽不懂，但大家用同樣的文字溝通，統一貨幣，統一度量衡，修建萬里長城，開凿靈渠，連通南北水系，修建馳道，就是古代的高速公路。听起来很了不起，对嗎？是的，這些都是了不起的成就。但每一件事的背後都需要人，需要大量的人在短時間內完成。長城據估計動用了近100萬人力，阿房宮70多萬人同時施工，秦始皇陵70餘萬人耗費數十年建造，而且這些工程是同時進行的。同時，秦國的总人口大約是2000万，在農業社会，大量青壮年被徵召去服役，誰來種地，誰來養活剩下的人？賈誼在《過秦論》裡說了一句話，流傳至今：仁義不施，而攻守之勢異也。打江山和守江山是2件完全不同的事。打江山的時候，嚴刑峻法是工具，因為你需要一台高效的戰爭機器。守江山的時候，你需要的是讓老百姓喘口气，休養生息，恢復農業生产。但秦始皇統一天下之後沒有轉換，繼續用打仗時的那套邏輯去治理一個和平的國家，而且他還沒有解決一個最根本的政治問題：六國貴族怎麼辦？六國被滅了，但六國的王族貴族還在，他們的土地被沒收，封號被廢除，過去的特權一夜消失。秦始皇選擇把他們全部遷移到咸陽附近，方便监視，但沒有給他们任何政治出路。六國舊貴族帶着滿腔仇恨，等待時機。那個時機在秦始皇死後3年就來了。沙丘之變，一封遗詔改變了歷史。公元前210年，秦始皇第5次出巡，帶着丞相李斯、少子胡亥，還有一個叫趙高的宦官。這一趟出巡，始皇沒能回來，他在河北沙丘行宮病倒，情況急轉直下。臨終前，他親筆寫了一封信給長子扶蘇，命他把兵權移交給蒙恬，回咸陽主持葬禮。這是中國古代的政治慣例，意思是宣布扶蘇為繼承人。這封信被趙高扣下了。我們需要說說這3個人的關係。扶蘇是秦始皇的長子，仁厚有才，深得朝中大臣和軍隊愛戴，在边疆跟着大将蒙恬帶兵。胡亥是18子，從小由趙高教導，性格懦弱，喜歡享樂，對政治一無所知。趙高宦官，
主管皇帝的車馬印玺，野心勃勃，因為始皇的賞識，才得以在宫中立足。秦始皇一死，趙高的算盤马上打響了。扶蘇如果即位，必然重用蒙恬，而趙高與蒙恬有舊怨。當年蒙毅蒙恬弟弟曾暗法判趙高死刑，只是始皇特赦，才保住了性命。一旦扶蘇上位，趙高的好日子就到頭了。趙高找到胡亥說：“陛下駕崩，遗詔只給扶蘇，你什麼都沒有，你打算怎麼辦？”胡亥一開始也猶豫，這樣做是不忠不孝不義。趙高一句話把他說服，成大事者不拘小節。然後趙高去找丞相李斯，李斯是個聰明人，他知道这樣做是錯的，但趙高問他：“你和蒙恬相比，誰更有才幹？誰與扶蘇的關係更好？”李斯沉默了，他知道答案。扶蘇如果即位，蒙恬就是丞相，李斯這個位置保不住，於是他選擇了個人利益。三個人聯手篡改了始皇遺詔，扶蘇、蒙恬賜死，胡亥立為秦二世。詔書快馬送到邊疆，扶蘇接到詔書，哭着說：“父親命我死，兒子怎能不從？”當場自刎。蒙恬懷疑詔書有問題，說：“能不能讓我去咸陽當面確認？”信使說：“皇帝的命令不容置疑。”蒙恬被押入監獄，後來被赐死。就这樣，秦朝最有能力的兩個人，一個接班人，一個大将，死於一場宮廷陰謀。這是秦朝滅亡的第一塊骨牌。秦二世的朝廷，一個人在毀掉所有人。胡亥當上皇帝，第一件事是聽趙高的話，開始清洗朝廷。趙高告訴胡亥，先帝的老臣都是資歷深厚的人，他們不服你，必須先把可能反对你的人除掉，才能安坐天下。胡亥同意了，於是一場清洗開始。秦始皇的12個公子被殺於咸陽市中，10個公主被處以肢解之刑，蒙恬兄弟先後被殺，一批批老臣以各種罪名被處死。你知道有多少人因为看不慣趙高的所作所为被依法處決？沒有人統計過，因為史書裡的記錄都是趙高讓人寫的。趙高接下來做得更絕，他說服胡亥，天子應該讓人神秘，不要隨便見大臣。大臣如果每天都能見到皇帝，就會失去敬畏。胡亥覺得很有道理，於是把自己關在深宮，每天喝酒享樂，把政務全部交給趙高。趙高這時候已經是宮廷的實際統治者，而外面天下已經開始燃燒了。公元前209年，也就是胡亥登基的第1年7月，在安徽大澤鄉，一支900人的隊伍被大雨困住，無法按時抵達邊疆服役。帶隊的2個人叫陳勝和吳廣，他們知道遲到的下場是什麼。按秦律，誤期者斬首。陳勝說了一句話，說出了幾百萬普通人的心聲：王侯將相，寧有種乎？誰規定王侯將相要靠血統才能當？他們殺掉帶隊的秦朝官員，豎起旗幟，宣布起義。這一把火點燃了天下。大澤鄉的星火，為什麼幾百人能動搖帝國？陳勝和吳廣的起義本身並不強大，他們帶的人不多，訓練不足，而且陳勝這個人後來變得腐敗，短短幾個月後他的政權就瓦解了，他自己也被車夫殺死。但起義的意義不在於陳勝本人，而在於他打開了那扇門。在大澤鄉的烽煙點起之前，6國的舊貴族、各地的豪傑都在等一個信號。原來秦朝是可以反的。陳勝給了這個信號，消息傳開，
各地紛紛揭竿而起，有6國舊貴族的後代重新打出祖先的旗號，有地方豪强趁機擴大勢力，有底层的农民和平民加入起義軍。在这些人当中，有2個人後來改变了中國歷史，一個叫项羽，楚國貴族後代，力能扛鼎，作戰勇猛，是天生的戰場王者；一個叫劉邦，沛縣小吏，出身平凡，善於用人，是天生的政治家。秦朝政府起初派出了大将章邯，带着一支由刑徒組成的軍隊鎮壓叛亂。章邯是个有才干的将领，他接连打敗了多支起義軍，一度看起來秦朝還能撐住，但接下來發生的事直接宣判了秦朝的死刑。巨鹿之戰，項羽破釜沉舟，帝國的心臟被摧毀。公元前208到207年，最關鍵的一戰在河北巨鹿打響。章邯和另一個秦將王離率領40萬大軍，把趙國的巨鹿城圍得水泄不通。各路諸侯的援軍趕到，但沒有人敢出戰。40萬秦軍那是什麼概念？大家都在觀望，等誰先去送死。然後項羽出現了，他先幹掉了自己的頂頭上司宋義，因為宋義在巨鹿城外一動不動等了46天，項羽認為這是懦夫，直接把他殺了，自己奪取了軍權。然後他做了一個讓所有人瞠目結舌的決定，他命令全軍渡河，渡河之後把所有的船鑿沉，把所有的鍋砸碎，把紮營的帳篷燒掉，每個士兵只帶3天口糧，沒有退路，要麼打贏，要麼死在這裡。破釜沉舟這個成語就是從這裡來的。項羽帶着5萬楚軍衝向40萬秦軍。史書記載，楚軍士兵一以當十，以1人之力抵擋10個敵人。諸侯們在壁壘上看着項羽衝殺，看得目瞪口呆，慢慢的也開始出兵助戰。巨鹿之戰的結果，王離的20萬北方軍團全軍覆沒，王離被俘，副將蘇角戰死，章邯的20萬援軍被重創。最終因為怕趙高在背後陷害自己，章邯選擇向項羽投降。40萬秦軍就這樣從歷史上消失了。這是秦朝的心臟被摧毀的那一刻。趙高指鹿為馬，帝國從內部爛掉的一幕。在前線一片混亂的時候，咸陽宮裡正在上演一幕荒誕劇。趙高掌握着朝廷大權，但他知道前線戰況越來越壞，他開始害怕秦二世追問他責任。他需要知道朝中到底還有沒有人敢說真話，敢反對他。於是有一天，趙高牽來一頭鹿獻給秦二世，說：陛下，我給您找了一匹好馬。胡亥看了看，笑着說：丞相搞錯了吧？這明明是一頭鹿，怎麼說是馬？趙高沒有理胡亥，轉頭問在場的大臣們：大家說說，這到底是鹿還是馬？大臣們心裡都清楚，但趙高的眼神在掃視每一個人。一些人低下頭，沉默不語；一些人鼓起勇氣說是鹿，更多的人說是馬。說是鹿的那些人，事後全被趙高以各種理由殺掉或下獄，朝廷裡再也沒有人敢說真話了。指鹿為馬就是這樣來的。這不只是一個成語，這是一個帝國崩潰前最後的徵兆。當一個政治系統連現實都不能說清楚的時候，他還能做出什麼正確的決定？而秦二世胡亥在這場鬧劇裡的角色是什麼？他事後以為自己被鬼遮眼了，所以才把鹿看成鹿。他去找算命的，算命說，陛下是因為祭祀前沒有齋戒，
才會眼花。胡亥信了，躲進上林苑齋戒修行，繼續打獵玩樂。一個帝國的皇帝，在國家滅亡前夕，在上林苑打獵。望夷公之變與咸陽的終結。前線的秦軍主力被項羽消滅後，劉邦趁機從南邊繞路突破武關，直奔咸陽。趙高這時候徹底慌了，他怕胡亥知道前線戰況後，把責任算到他頭上，於是他決定先下手為強。趙高聯合弟弟趙成和女婿嚴樂，率軍突入胡亥所在的望夷宮，把皇帝困在裡面。嚴樂進去對胡亥說：“你暴虐無道，天下人都背叛了你，你自己看着辦吧。”胡亥慌了，說：“能不能讓我見丞相趙高？”“不行。”“能不能給我一個郡當王？”“不行。”“那給我1萬戶侯的待遇？”“不行。”“那我不當皇帝了，讓我和妻子做個普通老百姓。”嚴樂說：“我奉命誅殺你，你說再多我也辦。”胡亥在宮中拔劍自殺。公元前207年，秦朝的第2個皇帝就這樣死在自己最信任的那個人手裡。趙高隨後立扶蘇的兒子子嬰為秦王，注意，不再是皇帝，因為6國已經紛紛復立，秦國的統治事實上已經只剩下關中一帶。但子嬰是個聰明人，他知道趙高是惡鬼，上位之後設計把趙高诱殺，為秦朝最後做了一件有尊嚴的事。然而這已經改變不了什麼了。劉邦的軍隊到達咸陽城外，子嬰乘着白馬拉的素車，脖子上繫着繩索，捧着皇帝印玺出城投降。秦朝結束了，秦朝留下了什麼？15年的生命，2000年的制度。秦朝滅亡了，但有一樣東西没有滅亡，郡縣制。漢朝建立之後，批判秦政的声音很大，但劉邦做了什麼？他保留了郡縣制的核心框架。此後历代王朝無論怎麼更迭，無論是唐宋元明清，官员由中央任命，地方由中央管控的基本逻輯從未改变。书同文，统一文字的政策讓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傳承成為可能。今天你讀唐詩，讀史記，你用的是秦始皇推行的文字系統的后代。秦制的設計是如此深入中國的土壤，以至於2000年後，當有人試圖打破它時，西漢末年的王莽，他想恢復周朝的分封制，結果政權只撐了15年就崩潰了，和秦朝一樣短命。1915年的袁世凱称帝83天就被迫取消，歷史在嘲笑那些不理解秦制力量的人。所以秦朝到底为什麼死了？不是因為苛政。商鞅变法後，秦國在苛政下越來越強，最終統一天下。苛政是個症狀，不是根本原因。真正的原因是轉換失敗。一套為打仗而設計的系統，沒有在和平到來時及時轉型。軍功爵制在天下已定之後失去了意義。打誰？打誰去立功？6國的舊貴族和人民帶着失去的一切，等待着任何一個機會反擊。始皇帝突然死去，繼承人是個傀儡，身邊的人是個奸臣。這幾件事撞在一起，15年就夠了。賈誼說的對，攻守之勢易也。歷史的警示，一個只懂得打天下，不懂得守天下的系統，終究無法長久。秦始皇用一生掃滅了6國，卻沒能告訴他的帝國，當天下已定，你們該如何生存。而他的兒子被一個宦官玩弄於掌中，在宮殿裡打獵享樂，直到刀劍架上脖子的那一刻。歷史總是這樣，
最強大的力量往往不是死于外敌，而是死于自己内部的腐爛。我有一个問題想問問你，你認為秦朝如果有第3個皇帝，能不能撐過這場危機？留言告訴我你的看法。我是歷史之旅，我們下期見。